又气又恨又出不去的海童，最后回到了屋里去，把自己锁在一间客房里，想向姐姐或者好友求助。掏出手机来，发现手机早就因为没电自动关机了。海童，天都要亡我！在海童把自己锁在客房里的时候，战印倒是没有来纠缠他，他也在找帮手，习惯性的就找苏南。苏南刚送沈小军回到书店里，沈小军拿来了充电器给他的电动车充电。苏总，你问问战印怎么对彤彤了？沈小军惦记着被战印强行带走的海童。苏南嗯着，我现在打电话问问他们夫妻俩怎么样了。话是这样说，苏南心里总有不好的预感。他太了解战印了，这件事战印怕是处理不好的。这就是骗妻一时爽呀，追妻就火葬场。当然，战印也是活该。一开始他隐瞒身份，要考察一下海童的人品，这个大家都能理解。可是后来他可以坦诚的，却一直犹豫不决，各种担心，愣是拖到现在才坦诚。海童不生气才怪呢。苏南正想打电话，他手机就响了，看了来电显示，他对沈小军说道：“是战印打来的，快接。”小军着急地道，恨不得替他接听。苏南接听了战印的来电，沈小军凑到他的身边，竖着耳朵听战印说话。苏南，帮我。战印在电话里疲惫地道，海童他特别生气，我哄不住他啊。不知道该怎么做啊。苏南，你说我该怎么做呀？他会离开我的，他肯定会离开我的。他的脾气我了解，他绝对会一脚把我踹到角落里雪藏起来。他还说，早知道我是战家大少爷，他宁愿去找张念生和火骗一骗他姐，也不想和我闪婚。他是不是想踹了我后跟张念生一起？我绝对不允许啊！他敢去找张念生，我把他锁在我的别墅里，让他一步都不能离开我的视线。沈小军抢过了苏南的手机，对着电话那边的战印说道：“战印，你要想让海童消气，最好就放他出来。你把他软禁，只会让他更加的生气。就算他要离开你，也会光明正大的离开你，不会偷偷摸摸。海童遇事不会退缩，不会逃避，他会光明磊落的处理你们之间的事情。你让他回来，让他找海玲姐倾诉倾诉，让他冷静冷静，这是你最应该做的。”战印又急了，他低吼着：“我做不到，我不敢。他一走，我想见他都难了。他是我老婆，我住哪里，他就住哪里。我没有软禁他，他只不过住在我们自己的家里。他会离开的。他说的真正的离开是一声不吭的，他会悄悄的离开，不打扰我。我让他出了这栋别墅的大门，他马上就会收拾行李，远走高飞。那个时候我去哪里找他？”沈小军，我了解海童比你了解的更深，我敢向你保证，彤彤不会那样做的。你让他回来。你不是他呀，你的保证我信不过，简直就是一块顽石。他说再多，他都听不进去半句。苏南忙拿回手机，并安慰了沈小军一句：“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现在快疯了，他没有经历过这些，处理不好是很正常的事。你要是跟他较真，气死的是你。”那沈小军张张嘴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平时看战印成熟沉稳，虽说表情严肃，为人处事还是很不错的。哇，没想到他现在却把海童禁锢在身边，不让海童回来。战印，海童现在怎么样了？苏南关切地问道。你把他怎么样了？我没把他怎么样，他想走，门锁上了。我把钥匙扔出去了，他想搬梯子翻墙出去，我也把梯子扔进去了，然后他一气之后回房里把门反锁了。苏南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你现在肯定比我头脑清醒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呀？我现在什么都想不到，满脑子的浆糊，只有心慌意乱无措。战印是一爱变深爱的人，海童已经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了，他承受不起失去她的痛苦。为什么会拖到现在才坦诚？不就是因为他害怕失去吗？
叶君博建议他挑个特别的日子，在海童心情高兴的时候，换一种方式向海童坦诚，他照做了。可是啊，暴风雨依旧来临，把他淋成了个落汤鸡不说，还前路迷茫，让他一时间找不着方向。这种无助是战印30年的人生中不曾有过的。他一向是自信的，总觉得没有他处理不好的事情。苏南想了想后，劝说道：“战印，我觉得小军刚刚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你和海童虽是夫妻，但你们认识也才4个多月。小军认识他已经10几年，比你更了解他。你按他说的去做吧，让海童回来冷静冷静。他也会找他姐找小军倾诉的。我想，大家都是劝和不劝分。小军，你说是吧？”沈小军在心里腹诽着：“我不劝彤彤，但彤彤做的任何决定，他都支持。这是海童的人生大事，她哪怕是好闺蜜，也不能替海童做决定，让海童冷静后自己做决定吧。苏南，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好，可我也做不到让彤彤离开我。我是认识她时间不够长，但我是她的丈夫，我是她的枕边人，对她的脾性也摸得很清楚。我敢说，我一让她走，她就会离开我的。她会收拾东西，悄悄地离开管城，去我不知道的地方藏起来。她的姐姐，她的朋友肯定都是帮着她的。苏南，战印，我觉得你现在也要冷静冷静，你不要老想着海童会离开你，你得想想，你怎样做才能让海童消消气，重新信任你。”战印烦躁的道：“我无法冷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消消气。他似乎，越来越生气了。我为了留下他，还把他劈晕过。”苏南都想爆粗口了。战印在面对感情危机时笨笨的，真是刷新了苏南对他的认知呀。战印，你先让我冷静冷静哈，等我想到好办法了，再联系你。不过你千万别再做出伤害海童的事情，否则你们就真的无法挽回他了。苏南被战印气得只想赶紧挂电话，让自己冷静冷静，才不会在沈小军面前爆粗口。他得费力维持他苏总的好形象呀。那有战印的前车之鉴，苏南决定要100分的真心来对待沈小军。绝不像战印那样老是撒谎骗人。苏南也不等战印回话，就摁断了通话。你怎么就挂电话了？我还想再劝劝战先生呢。按他说的那样做，海童只会越来越生气，说不定还会由气生恨呢。苏南说道：“你没听清楚他说的那些话，我都无语死了，也被他气死。我得先冷静冷静。你说，我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一个情商为负的上司呢？我真是命苦啊。”苏南长叹着气，一直帮着战印解决任何麻烦，苏南都没有抱怨过。但战印因为感情问题向他求助时，苏南就头痛了。主要是战印那天生带来的霸道，现在又冒头了，还是完全暴露出来。我有预感，他们夫妻俩没有闹几个月，估计都无法和好如初。沈小军也有同感，他说道：“依我对彤彤的了解，他会提离婚的。但我敢保证，海童不会逃避这个问题，他一定会和战先生谈离婚之事的。说不定现在海童就在写离婚协议书了呢。”听了沈小军的话，苏南忙道：“小军，你可得好好的劝劝嫂夫人呀，劝住她，让她不要和战印离婚，否则死的人会很多。首当其冲的就是我，看在我正在追求你的份上，你可不想我死吧？我要是在这个时候挂掉，说不定别人会说你克夫连追求你的男人都能克死呢。”一落，沈小军一巴掌拍打到苏南的手臂上，骂他：“你才克妻呢！我沈小军的八字好得很，我妈帮我算过命的，说我以后能大富大贵。用麻袋装钱，身家过亿的啊。”苏南笑嘻嘻的，那个算命的算得还真准，你只要嫁给我，就是大富大贵了。你若喜欢用麻袋装钱，我去买2沓麻袋回来，把我所有存款都取出来，让你把钱装进麻袋里，身家不止过亿，是好几十亿。
沈小军又是一巴掌呼过去，你想得美，我还没有同意当你的女朋友呢，就想着结婚后的事了。有海童的前车之鉴，我可得好好的考察考察你。要是让我发现你也像战先生那样满嘴大炮的，咱们就做朋友吧。他想说连朋友都没得做的，考虑到他知道的八卦多，能满足他的好奇心，沈小军才保留朋友关系的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比战印真诚多了。况且战印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呀，我们这是知根知底的了。战印当初是被战奶奶唠叨逼迫，万般无奈下才和海童闪婚的。他会隐瞒身份，其实很正常，我想很多人都能理解他的呀。沈小军说道，一开始隐瞒身份的确很正常，也能理解他，可是到后面他都爱上海童了，还是选择隐瞒，那就让人生气了。他不就是害怕失去？那现在怎么就敢说了？现在不怕失去了，以为彤彤和他做了真正的夫妻，就有恃无恐了。苏南、战印也很纠结的，他年前呢去 A 市参加风尘集团老总的婚礼，还特意向叶总请教了一下，回来后他就开始着手安排坦诚的事了。他不是不害怕失去了，而是决定面对欺骗的一切后果，勇于面对现实了。只是现在他一时害怕发了疯，才会又犯点小错误。沈小军叹着气，我们能理解啊，那是因为事情不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体会不到彤彤的那种委屈愤怒。反正我是不会劝彤彤的，就算要劝也是以后再劝，现在他委屈至极，我干嘛帮战印？那岂不是让彤彤更觉委屈？他被枕边人骗得那么惨，我们不帮他出气，还要劝他原谅战印，这种事情反正我做不到。我要是有本事的，我都想替海童把战印揍一顿。不知道商总可知道了，让商总这个当表哥的出面把战印揍一顿，我看着都解气呀。战印是以一己之力惹怒了很多人。哎呀，小飞跟我说他再过2天就要回来了，他一回来就会知道战印就是战少。他曾经为了战少那么疯狂，知道战少就是海童的闪婚丈夫，哎，你说他会怎么样？那沈小军仅是想着就忍不住头痛，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里的情节居然发生在现实生活里。果然来源于生活呀。苏南忙问他哪本出现这种情节？哎，男主角最后怎么求得女主原谅的？我推荐战印去看看，学习学习。沈小军很老实的道，连载文作者没写到，我也不知道女主最后是怎么原谅男主的。苏南偏头看着他，无语至极。你看我也没有用啊，又不是我写的，你看我能把答案看出来。你真是为了战印好，就按我说的劝战印还彤彤的自由，别把他软禁在他的别墅里。就算他们是夫妻，他战印也没有资格限制海童的人身自由啊。苏南苦笑的道，你又不是没有听到战印说的话，你觉得我现在的相劝他能听进去吧？没看到我是被他气得赶紧挂电话了。他现在钻牛角尖呢，总觉得让海童出来就会失去他，谁说的话他现在都听不进去的，就让他继续折腾吧，总要受一身伤才会成长。在红尘里翻滚，谁不是一身的伤？成长的路上没有人能一帆风顺的，总会经历很多挫折。那沈小军沉默了一会儿后走开了。小军，你去做什么呀？拿点吃的，饿了。我中午饭都没有吃，因为海童的事，沈小军都忘记吃饭了。要不是现在太饿，他还想不起来要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我也没有吃饭，你别吃太多饼干，我打电话叫外卖。苏南一边说着呢，一边打电话到管城酒店叫外卖。把自己一个人锁在客房里的海童在做什么？他在房里找到了笔和纸，就坐在沙发前，把纸张摆放在茶几上，然后他趴着认真的写离婚协议书。婚后夫妻俩呢并没有另外买房，没什么财产好分割。他曾经说过的离婚后
会把明苑花园那套房以及那辆商务车留给他。哎，海童不要了。那是他用来欺骗他的房子，他不要啊。车子呢，也不要他的。他现在开的那辆车是战印花钱买的。离婚时，他会把买车的钱一分不欠还给他，不分割他的财产，不用他赔偿青春损失费什么的。他们俩呢，谁名下的财产就归谁，不拖不欠的，只求他签字离婚。如果他反过来向他索要青春损失费什么的，他也愿意给一点，毕竟人家是战家大少爷。委身于他啊，也是受委屈了，他理应给他一点赔偿。但他要是狮子大开口，他不会答应的。他只能在他能力范围内赔给他一笔钱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啦。彤彤，开门让我进去，行吗？是战印。海童不理他。他现在看到他就是一肚子的气。彤彤，你在里面待很久了，闷不？出来吧，我陪你在院子里散散步。你看咱们家里的院子很多花，漂亮极了，你下楼去欣赏不？那是我为了你啊，特意让人布置的。那海童依旧不吭声，更没有开门。彤彤，你饿了吧？我让人给你烧了很多你爱吃的菜，你只要开一点点门，就能闻到饭菜的香味。哎，你看这太阳都快偏西了，你肯定也饿了。战印又用美食来哄着海童开门。见房里还是没有动静，战印继续说道：彤彤，我好饿呀，我中午饭都没有吃，现在又可以吃晚饭了。但你要是不出来陪着我吃，我就不吃了，我陪着你一起饿。滚，我不想和你说话了。骗子呢？海童的骂声传出来。战印噎了噎，心里堵得难受。他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，才默默地转身下楼去，然后让佣人上楼去敲门，还故意威胁着佣人们：你们要是不能让大少奶奶开门出来，我就把你们都解雇了，让你们失去工作。压力山大呀。于是呢，佣人们一起上楼去，来到海童的房前，敲着门。大少奶奶，我是方姨，能开门吗？负责敲门的方姨也代表大家和大少奶奶谈判。海童写好了离婚协议书，拿起来看了几遍，确定没有问题了，便拿着那份离婚协议书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朝房门口走去。方姨还在隔门劝道：大少奶奶，大少爷很担心你，你先下楼吃饭吧，大少爷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的，会饿坏的。海童走过来，开了锁，拉开了房门。大少奶奶。佣人们看到海童肯开门，都很开心，他们的工作算是保住了。大少奶奶饿了吧？饭菜都做好了。海童淡淡的道：你们别叫我大少奶奶，我很快就不是你们的大少奶奶。占骗子在哪里？方姨自是替自家大少爷说话的，她说道：大少奶奶，大少爷骗你，他是有苦衷的。大少爷在楼下，他有什么苦衷？他根本就没有苦衷，他是防着我，不信任我，把我当贼一样防着我。他防着他，误会他，他都知道。那时候呢，他没有爱上他，所以无所谓。现在爱上了，知道了真相，他有所谓了一颗心揪痛揪痛的。特别是想到近段时间来他的陪伴，他的宠溺，海童就更加的痛，更加的生气。他对他的宠溺是不是也掺了假的，也是骗他的？那后脖子啊还有点痛呀。那个混蛋啊，战印就是大混蛋啊。方姨等人就不好接话了。大少爷从一开始就骗大少奶奶，他们也都知道。你们谁有华为的充电器？我手机没电了。哎呀，把充电器借给我用一用。方姨正想答话，他旁边的同事轻碰他一下，他反应过来，忙到大少爷有一台手机也是华为的，大少奶奶可以跟大少爷借充电器用一用。海童没有错过他们的小动作，心里明白，没有战印的同意，他连给手机充电的机会都没有。战印这是要完完全全的把他关在这栋别墅里，不让他与外界联系吗？他以为他这样做就能留住他，留得住他的人，留不住他的心嘞。海童没有再和佣人们说话，
拿着写好的那份离婚协议书下楼去了。还在楼梯上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战印，他拿着手机似乎在给人发信息。听到他的脚步声了，他马上就把手机揣回裤兜里，快速的起身迎向他。老婆啊，别叫我老婆。海童的脸色又黑得像炭了。没办法呀，现在呢，他一见到这个战某人就忍不住黑脸。彤彤，战印改口，饿了吧？我们去吃饭。他讨好地伸出手去想拉海童的手，被海童避开了。海童越过他，径直走到沙发前，然后把写好的离婚协议书往茶几上一放，冷冷的道：战印，这是我写好的，你看看，没有问题的话就在上面签字。什么东西啊？战印过来仅是瞟了2眼就脸色巨变。书弟拿起那份离婚协议书看都不看，就撕了个粉碎，边撕边吼着：我不离婚了，你休想跟我离婚嘞！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我们生死与共嘞！你想离婚做梦，你想离开我，除非你把我捅死了，踩着我的尸体离开。海童愤怒地瞪着他，眼神能杀人的话，他已经被他杀死无数次了。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，没办法沟通。对，我就是不可理喻，我就是没办法沟通。反正你是我老婆，这辈子都是我战印的老婆，你休想把我甩了。海童气得咬牙切齿啊。再跟他说下去，他怕自己这满嘴的牙都会被他磨掉。太气人了。转身他走啊，现在无法谈离婚，他都不想和他说话。海童，战印伸手攫住他的手臂，把他拉住，扯回来，然后把他的身子勒入他的怀里。他低头就疯狂地亲吻他。对不起啊，海童，对不起。海童奋力挣扎，好不容易推开他。他还想继续，海童气得给了他一巴掌，啪的一声响，把钟叔和佣人们都吓到了。战印也呆了，他看着海童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的脸，瞪着他时眼睛渐渐泛红，他看到他眼里有泪花在闪烁，他又做了让他生气委屈的事情。战印自责，他以为他的温情能让海童冷静下来。钟叔回过神来，赶紧给明叔发信息，因为明叔才是这里真正的管家，是明叔有事请假了，钟叔临时充当管家的。他觉得他已经撑不住了，得叫明叔回来。吓死人了，大少奶奶居然把大少爷打了，这是他们在战家工作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场景。战家的男儿向来宠妻，只要结了婚的夫妻感情稳定，相处起来也是温馨甜蜜的，偶尔会有点小争吵、小误会，也是很快就好了，还不曾有人像大少奶奶这样动手打人的呢。彤彤，战印拉起海童打了他脸的那只手，轻轻地问着：手打疼了吗？海童用力地抽回了手，别开脸不看他，却抬手揉了揉眼睛。很快他又看向了战印，说道：战印，对不起，但请你给我一点尊重，行吗？他不喜欢他在他生气的时候，那就强吻他。感觉他对他没有尊重。战印深深地看着他，他是过于疯狂了，就看到他写好的离婚协议书，他是一瞬间就暴怒，一瞬间就炸了。是他欺骗了他，是他不对，他却直接就写离婚协议书，连点回旋的余地都不给他，他才会越来越冲动。那如果你出轨、家暴，对我无数次欺骗，我就会离开你。这是海童当初说过的话。战印此刻才意识到，海童那是说得出做得到。战印，我们俩现在都心乱如麻，谁也无法冷静下来，请你让我离开，让我们彼此之间都能冷静冷静，行吗？你把我软禁在这里有用吗？只会让我更加的生气，更加的愤怒。战印，你太霸道了，总是以你自己为中心，不会替别人想一想，考虑一下角色兑换。换成是我欺骗你4个多月，你什么感受呀？你欺骗了我，还不许我生气？难不成让我放鞭炮来庆祝你对我的欺骗吗？
海童觉得战印的本性就是那样霸道，想让他改一改很难。他此刻的霸道偏执让他感到窒息。我不会离婚。战印低沉地说道，彤彤，我没有说我欺骗你是对的，我也没有不让你生气，你要生气就打我骂我，但不能直接就跟我提离婚。彤彤，不要再提离婚的事好吗？哎，我承受不起失去你的痛苦。海童又别开脸，不想和他对视。哦，知道战印就是首富战家的大少爷，知道自己一直处于被欺骗之中。海童愤怒之下想到的就是终结婚姻。沉默了几分钟后，海童再次看向战印，淡淡的道，把你华为的充电器借给我用用，我手机没电了。战印死死的就看着他。他手机没电了，就无法和外面联系，那他也能把他强留在他的身边，但那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计策。海童迎着他的盯视，大厅里一片死静，那中枢和佣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半晌，战印提高了嗓音，吩咐着中枢去把我的华为充电器拿来给大少奶奶充电。是。中枢赶紧去帮海童拿充电器。不知道大少爷允许大少奶奶给手机充电，是不是预示着大少爷会让大少奶奶离开？那其实中枢也觉得大少爷不应该软禁着大少奶奶，应该让大少奶奶离开，彼此之间冷静冷静啊。但中枢不敢说这样的话，大少爷把大少奶奶看得太重，害怕大少奶奶走后就不再回来，才会把大少奶奶强留在身边，只是这样只会让夫妻俩的矛盾越来越深。很快，中枢拿来了充电器，他就把充电器递给战印。战印在将充电器递给海童，在海童接充电器的时候，他忍不住捉住他的手，祈求着：彤彤，不要再提离婚的事好吗？海童抽回了手，也把充电器拿过来了。他转身走开，给手机充电去。没有给战印想要的承诺，让战印又是心慌慌的，知道他还是想着离开他呀。他想不明白，他是骗了他，但他的真实身份难道还配不上他？他为什么知道了真相后却想着离婚，换成一般人，忽然知道自己的老公是千亿富豪，大概会高兴地跳起来吧。战印的不明白让他没有意识到海童气的是他的欺骗，是他的不信任。面对海童的愤怒时，战印的做法也让海童特别的难受。他解释是在解释，可他会动手劈晕他，他想离开。他故意把钥匙扔出去，把梯子扔出去。他的动作表达的意思就是他不同意，他休想踏出这栋别墅半步。这是软禁他。他的一连串举动啊，让海童如同火上浇油，怎么都无法冷静下来，就也无法原谅他。至少短期内啊，他是无法原谅他的。彤彤，战印走向他。海童插上充电器后，重新开了机。见他走过来，他就放下手机，又走开。反正就是不想和他挨得太近。他的疏离淡漠就像一把把尖刀一样，狠狠地扎在战印的心上，让他痛彻心扉。海童进了餐厅，饿了先祭五脏庙。他没想过以绝食来威胁战印放他走，他不是那么容易威胁得到的。如果他绝食，饿到晕倒了，他只会叫来家庭医生，给他输营养液，维持着他的生命。用他的话说，他不放手，那他死呀都是他的鬼。既然知道他不是会受威胁的人，他何苦去折磨自己，饿坏自己的胃？中枢和一般佣人看到海童直接进了餐厅，拿起筷子旁若无人的吃饭，都看呆了。幸好大少奶奶不会绝食。方姨低喃一句，中枢抬手抹了一把汗后，轻声说道：谢天谢地，只要大少奶奶不会以绝食来威胁大少爷，两人的矛盾暂时不会激进。战印也松口气啦。他沉默了片刻后，还是走了过来，在海童的对面坐下，拿起筷子帮海童夹菜。
但海童连碗都端起来避开了，不肯接受他夹的菜。战印只得悻悻地缩回了手，夹起的那一筷子菜也落在了自己的碗里。哎呀，彤彤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菜，多吃点。战印温柔地道。海童不吭声，也不看他，自顾自地吃着。你最爱吃的虾，我帮你剥虾壳吧。战印戴上一次性的手套帮他剥虾壳，但海童却是夹起了没有剥壳的虾，就这样吃着，连壳一起吃了。老婆连这个表现的机会都不给他了。叮铃叮铃，门铃响了起来。哎，外面天色已经暗沉，寒气犹在，谁会在这个时候来访？我去开门。钟叔亲自出去开门。别墅门口停着一辆车，不是钟叔熟悉的车辆，代表来人并不是战家的长辈。哇，一大家子联合起来骗海童。此刻啊，大家都不好意思过来吧，先让战印自己战斗，战印败下阵来，大家再商量对策。钟叔，是我啊。车上走下来一个人，是梁姨。他朝钟叔挥了挥手，钟叔见是梁姨，快步过来，边掏出钥匙开门，边问着梁姨：阿梁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送海玲过来，就是大少奶奶的姐姐。海童的手机因为没有电自动关机，联系不上她。海玲担心不已，不知道同样性子倔强的小夫妻俩会闹成什么样子。问了梁姨后，让梁姨送她过来。刚好海童白天留在战氏集团门口的车子，连车钥匙都没有拔掉，海玲帮妹妹把车开回家，现在才有车子过来。钟叔，大少奶奶怎么样了？钟叔飞快地看了看梁姨后面的那辆车，小声说道：很不好，大少爷快要崩溃，大少奶奶竟然给大少爷一纸离婚协议书。你说大少爷能好吗？大少爷发飙，大少奶奶又能好到哪里去？虽说大少爷绝对不会动手打大少奶奶，可强搂强抱强吻都会激怒大少奶奶呀。况且大少爷还曾劈晕过大少奶奶。总之啊，一句话呢，乱得很。别墅的大门打开后，海玲开着车进来，在钟叔的指引下，停在了露天的小停车场上。很快，海玲下了车。她没有带着洋洋过来，托陆东明帮她照看着。从她接到沈小军的电话，抱着洋洋冲出去，恰好拦到了陆东明的车子后。到现在呢，陆东明都陪着母子俩。陆东明没有苏南那般心细，却也知道此刻要替好友说说好话。他陪着海玲母子的同时，就是在海玲面前不停地替战印解释，说战印的好话。事情曝光之后，海玲没有说过战印的坏话。他告诉陆东明，不管妹妹做任何决定，他都支持妹妹，决定权都在海童手里。海小姐。钟叔对海玲恭恭敬敬的。大少爷和大少奶奶正在用餐啊，海小姐请。听说夫妻俩在吃饭，海玲高悬着的心略放下来一点，这才像她海玲的妹妹。天塌下来都要祭五脏庙，不吃饱哪有力气做其他事啊？在钟叔和梁姨的陪同下呢，海玲走进了富丽堂皇的别墅大厅。姐，海童看到进来的人是姐姐，很意外，马上就放下了碗筷，起身走向姐姐。战某人本能反应却是攫住了他的手腕。海童冷冷地瞪着他。彤彤、战印被他这样瞪着，心如刀绞呀，感觉夫妻俩的关系一夜回到了解放前，不比闪婚之初还要僵冷。他最终松开了手，让他走向他的姐姐。哎，彤彤，海玲快步而来，姐妹俩就面对面的时候，海童委屈地叫了一声姐，就扎入姐姐的怀里。彤彤，海玲心疼地拥紧妹妹，想哭就哭吧，姐在呢。姐，海童努力压抑着的情绪，在姐姐的怀里得以发泄出来，她委屈地哭了一场。战印站在不远处看着娇妻哭泣，他心疼得要命，却无法给她安慰，因为她会掉泪都是他害的。10分钟后啊，那海玲姐妹俩坐在一起呢，战印独自坐在姐妹俩的对面。战印，我过来是接彤彤回家的。
海玲直白地说道。战印绷着脸，沉声说道：“姐，这里就是彤彤的家，我们是夫妻。我住在哪里，那里就是他的家。”海玲改口：“我接彤彤回娘家住一段时间。姐，你和洋洋搬来这里住吧。”战印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海玲冷下了脸：“你是不让彤彤走出这栋别墅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留住彤彤？只会让你们夫妻矛盾更加的激化。彤彤走了，不会回来的。我不能让他离开我的视线范围。”战印很坚持。你呀，海玲被战印气到。姐不用跟他说了，他这个人只做他认为是对的事情，任何事情都要他以为，而不是我们以为。他连最基本的信任及尊重都给不到我。海童反而没有了最先的愤怒及激动，而是一脸的漠然，如同心死了一般。姐，洋洋呢？陆总还在我那里的，拜托陆总帮我照看一下他。洋洋不是很怕陆总的吗？我来的时候洋洋睡着了。海童恍然，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姐，我没事，你先回去，万一洋洋醒了看不到你，又看到陆总在，会被吓坏的。海童让姐姐离开。彤彤，海童安慰着姐姐，姐，相信我，我会没事的。海玲看向战印，见战印死死地盯着妹妹看，好像怕她眨眨眼，妹妹就会飞了似的。再看着妹妹那一副心死的表情，海玲重重地叹气。她对战印说道：“战印，你跟我出来，我们单独说几句话。”海玲说着起身出去，战印默默地跟随。在屋外，海玲停了下来，转身看着这个她曾经很欣赏，总是唠叨着妹妹要好好待她的妹夫。看得出来，战印坦诚一切后，被海童闹的也是身心俱疲，但海玲不同情他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要做好面对后果的准备。